宣言和大雅斋合作出了点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恨不能全镇的人都知道了，就你不知道。那孩子是你亲生的，这不是你在马路边上捡的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撞撞南墙，走走弯路，对他就有好处。说老实话，他搞那些文创啊，他本身就不是个常事儿。你干嘛去？这我看我儿子去，没人疼他，他妈还不能疼他吗？够厉害的。去哪儿呢？诚心堂纸啊，薄如卵膜，所以最大的难点是，既薄且韧。我想提醒大伙儿啊，千万不要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。要想让它成功啊，你不经历一番曲折呀，那是不行的。拿出大家的本事来，要小心翼翼地做，它一定可以做出来的。啊，师傅，哎。无论遇到任何困难，我们都会过去的。老万总，怎么样？还是你来领衔吗？哎，我哪行啊？这还得你来啊！别争了。经国订单的要求你最清楚，啊，有什么困难，咱们再商量解决嘛。好，大家记着了吧？明白了。好，现在干吧。加纸药，再加，加不少了。再加。这只要就是猕猴桃藤汁吗？对，那加那么多干嘛？啊，只要啊起到一个润滑悬浮作用，能使纸呢更接近澄清汤汁的平滑效果。纸太薄啊，少了的话，捞出来就不均匀喽。哦，好了好了，谁长脸，谁抬脸啊？我可以长脸。你，马哥，哎，抬梁。好，叶师傅，我没问题。这玩意是技术活儿，我能捞得成。你刚捞几天吃，没个10年8年的功夫，这不闹着玩的吗？行，你捞。叶师傅。张度是吧？你长脸，我给你抬脸。谢谢，谢谢满总工。你看这张纸的纹路，再看这张，这是咱们做的。也薄。要我说，这2张纸都差不多，就算是通过了。来看看，云纹太多，糊了。这还不行吗？这问题出在纸浆不够细。纸浆我早晨去看过，可比起我们车间的细多了。因为它薄，所以它要求更细。
可是这再细的话，只能用豆浆机搅了吧？那样的话，纤维组织就不存在了。张朵，我们不是还做了一批舀皮吗？明天呢，再把它怼一怼。我现在就去，不等我明天喽。行了，都几点了？明天吧。没事，师娘，我不累。哎，只要说到捞纸，两眼泛金光。一晚上没睡呀。昨天晚上他就没好好吃晚饭，忙着干活呢。这样，你们先溜达，我给孩子再准备点早饭去啊。慢一点。哎。我想起了我们老祖先曾经说过的2句话：千城玉碎非兴谢，一纸诚信见太虚。你说，什么叫千春玉碎？什么叫一纸诚信？老轩，这不就是吗？你有个好徒弟呀。行。君言。哟，不好意思啊，没给你赚着钱，还砸了你的场子。没事儿，那都是张副总干的，你别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。我觉得你应该需要安慰，所以买了点好吃的。我刚想给你发消息安慰安慰你呢，你看。你内心那么强大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怎么样，原因找着了吗？我没找着，你应该是找着了，要不然怎么会来找我？那我就从搭档的角度跟你聊上几句，好不好？你大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要求我一下。那我闭嘴，东西送到了我就撤了。哎，别，搭档，咖啡。好。轩言，说实话啊，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呢，你太像一个设计师了。你呢，期待消费者能够理解你的设计理念，然后去跟你同频共振。但其实消费者要买的，从来都不是去理解别人啊，而是别人主动对他的理解。就拿我们这回做的木盒册页来说，这个里边呢有你对人生的感悟，对吧？对生命的理解，只要 get 到这个点的人，他就会觉得，一下我就被击中内心了，所以我愿意花大的价钱来买。但是，我们做文创，
我们走的是大众渠道，我们能撬动的也只有大众市场，所以严格意义上面来说，我们是做产品的，不是艺术品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是想说，我还是太端着了，没把自己放下来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啊，褶子，有2道这么长。这不正常哎，这每一张都有。哎，真是。宣言，其实你的才华呢，毋庸置疑。如果你不走商业这条路，其实你会是一个非常优秀、独立的设计师。但是，你已经选择走产业这条路了，所以你就要学会去跟大众沟通。有些时候，一定程度上面的妥协是很有必要的。不过，妥协我们不是投降啊，我们只不过是转换战场而已。哎呀，你没有必要哄我的，我只是感觉，挨那一拳的好像不是张副总，而是我。多正常呀！那换谁被这么戳破了，那不都得懵会儿吗？这样不会刷坏吗？这种手法我还是第一次见，真新鲜哈。红星厂每年任务多，千奇百怪的事儿见得多了，见怪不怪。一会儿呢，叶师傅每捞2、3张纸的时候，你们就在这儿按刚才的办法轻轻地擦一遍，保准没有任何问题。那这是什么原理？从前天开始，天气就降温了，猕猴桃藤汁加的多，气温一旦太低，渗水性就变差了。水珠呢附在这个纸帘上，就很容易出现皱褶和水洞了。哎，我之前设计的那些文创产品你都看了？全部看过。都不行。我觉得你之前所有的产品都是基于一种创作逻辑产生的，那就是等待被理解。但是市场的逻辑是什么？是要你主动去理解。唉，我想到了一句名言：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，你眼中的自己不是你，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。被绕进去了吧？啊？希望我刚才说的只是温馨提示，不会伤害到你。那倒不至于，放心吧，我会改变的。单张12克，中了2克呀。理化指标都达标，就是克重问题。一张4尺，能控制在10克的话，厚度不会是问题。别看只有2克，你想把它减下来，非常不容易。师傅，哎，给我几天时间，我想办法让它降下来。差不多了。哎呀，怎么能让咱们家晒纸大师傅干这活呢？你看，哎呀，我就你秀梅姐，你快让他表现一下吧。秀梅姐啊，我这炒菜的功夫啊，不比晒纸差。哎，你看，这够用，还颠勺呢，看出来了，色香味全有了。对，看看咱们轩家的男人，又能主内是又能主外。这批纸现在最薄的是10.9克，一共有几张？目前达到11克以内的就这7张了。最薄的10.9克。云年，不行的话，让老满跟叶师傅他们捞几张吧。啊，慢慢来做。啊，老轩呐，我急的呀，嘴上都快起泡了。你说说啊，
造成新堂址这么大的事儿，不是给张度练手的时候，等他练成了，那得到猴年马月呀。别着急，急也没用啊。你们说，换张度，他能同意吗？哎呀，他要是同意，我们还用来找你啊？是啊，这张度这小伙子，他心实，你在这个节骨点上你把他换了，还是有点伤他的。老满在红星厂当总工，他最明白，现在有几个年轻人像张度这样爱纸的，培养一个不容易啊。是啊，小满也算是一个憨厚、能耐得住性子的人，可比起张度来，缺的是认真和执着呀。可这个要时间和技术的，再给张度一点时间吧。但是这样呢，就会耽误和延误你们的时间了。那都不碍事儿，我呢，乐得成全啊。手烂成这样，也不吭一声，疼吧？不疼啊，师娘，没事。还不疼？我跟你说啊，手上抹了药膏，再放在碱水里，就跟没抹一样。听师娘的话，歇2天，不干了啊！哎，歇不了，师娘，马上就要成了。成了又能怎么样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能落着什么？不干了啊！回头我跟老满还有老叶说，让他们去干。不行，师娘，诚信堂址必须得是咱们宣家自己人露出来才行啊。跟你师父一样的倔。别再见水了啊！哎，师娘，药膏留着用吧。不过告诉我，我再买给你。哎，谢谢师娘。小鱼、小满，你们多干点儿。你看张东的手都成了什么了？别玩了啊！好嘞，没事，师娘。哎。好。叶师傅，二连的时候稍微轻一点。谢谢啊，师傅。好了，怎么样啊？素材倒是够了，但是我不得不说啊。张度他是真牛，3天3夜没合眼。3天啊，疯了吧他？张度，张度。9.8克。师傅，麻烦你再称一下。哦，再称一次。是9.8克，还是9.8？成了，总算是成了。老薛、老满，你们都太不容易了。大家辛苦了哈。哎，张度呢？张度从昨天倒下那一刻一直睡到现在，就没醒过来。别害怕，他倒下去了，不是真倒下去了啊，他就是累得睡着了。我刚去看过了，放心吧。这个别吵他，让他好好睡。是啊。
你怎么样？你看，熟了，严重吗？不轻啊。熟了。熟了的意思就是不吃墨。那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们追求纸的薄度和滑度，猕猴桃藤汁加的多了，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。那得解决呀。我想想，经过这回针对的呢是民国文件的修复，要求的是薄和韧度，书写不主要。老马师傅，我之前做过古籍修复，总有些残缺是需要修复师来补写的。是啊，这回啊，是因为你们跟金箔的订单引起的。可我们两家是联合做诚心堂纸。二位老师，你们说的都对，但问题是我已经跟上级和金箔汇报上去了，并且我们董事长在紧锣密鼓地办一个盛大的首发式。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这八字都没一撇呢，就开什么首发式呢？我和原址比对过，还有这个理化实验数据都没有问题，只是我存在着个人私心，这最快就给汇报上去了，怪我太草率了。二位老师，你们看看现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，咱们自己解决一下。我试试吧。好。还有件事要先办呢。这个纸熟啊，过去我们也碰见过，但是如果说严重的纸熟，那就是纸病啊。你能不能解决，现在都很难说。关键是你已经向你们领导汇报了，你想再反复，那就难了。所以我建议，还是谨慎从事。你们跟你们领导说，要做最坏的打算。夏师傅，咱们可不可以这样，就是两条腿走路？诚心堂的首发式该办的办，那咱们治病的问题该解决解决，这样互不影响，也不耽误。你这不是弄虚作假吗？这怎么叫弄虚作假？我告诉你，这绝对不能这样，成就是成，不成就是不成，不成你把它说成。这不是我们宣家做的事。那我们也可以灵活一点吧。今年啊，董事长那儿呢还好说，主要是金箔催得紧，才把这个首发式的时间给定了。是的，袁师傅，我个人无所谓，但是现在已经跟金箔汇报了，已经说造好了，再说没造好，这样反反复复，那损失的是我们红星厂的信誉啊。你发布会的时间确定在什么时候啊？本周六。今天就是周3了，等于说只有2天半时间啊。对。老满，你说的那个办法，把纸重新润湿了，在木板上晒，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那就先试试。在木板上重晒有用吗？这样做可以疏松纸的组织结构，理论上是可行的。自打南唐后主以后的100多年啊，诚心堂纸的技法就失传了。直到宋朝，宣家的祖先才用檀皮复刻出来。那么问题出来了，为什么会失传？难呀！所以你们造不出来啊，不丢人。不对吧，廖主任？这诚心堂纸失传是因为李煜颁布法令，不许民间制造买卖。南唐被灭了，诚心堂纸的手艺才丢了的呀。这也是一种解读，就是因为太稀缺。苏轼形容得诚心堂纸如得天球拱璧，什么意思？欧阳修说的吧？啊，对，欧阳修。欧阳修啊说的这个天球，我考考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扯远了，廖主任。这个天球啊，就是古代的天文仪。
拱璧就是珍贵的礼器。欧阳修形容诚心堂纸为天地之宝啊。你还是直接说解决方案比较好。我讲这么多，你还听不明白呀？这解决方案啊，就是没有方案。来来来，都别干了，过来一点。老满，不行。是，小泉，我给董事长打电话，让他推迟新闻发布会吧。门官，这京博那边怎么解释呢？恐怕只能让董事长自己去解释了。那不行的呀，参会的媒体领导都已经通知了，现在再说延迟的话，那就是等于砸大锅了。我小的时候听我爷爷说过一个办法，他当时说就是用2块木板啊，把纸给夹住，然后用锤击的方式呢，使纸啊产生疏松的作用。哦，师傅，这个方法听着有谱啊。谢师傅，您刚才说的提醒了我，古书里面有过类似的记载。哦，廖主任，你赶紧说什么书啊？别催我，好好想想，让我。四库全书里面，曹操的《革古要论》里面记载过类似的方法。大雅斋就有四库全书。那我赶紧给辛总打电话。好，你打电话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快去。我也去。走。我请问一下，这个廖主任，您看见那个古书里面这个问题，它解决了吗？四库全书《革古要论》分为3卷13论，覆盖了古铜器、书画、碑帖，内容不少呢。没事，我来找。小心一点啊！好，注意别弄乱了。哎，明白。小心啊！是不是这个？啊？革古要论。对。你去哪儿啊？张都，我拿回去，好好看看啊。桃子，我这些书可是从来没有出过库的。欣姐，我现在就去跟他说，我现在就去。张都，这老祖宗的第一个智慧，就是把层层的纸啊，它就这么撂放着，砸下去呢，它就会形成这么一个集体的共振，这种震动就会疏通每张纸纤维之间的缝隙，使得它因为过于薄而对墨的传导性差的缺点得以解决。而老祖宗第二个智慧是什么呢？每一个隔板只夹10张纸。因为只有10张纸通过这么一砸呢，才能使每张纸都受力均匀，以达到纤维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，提高韧性。这就是诚心堂纸所特有的制作工序，跟咱们制作的宣纸那是不一样的。此刻，我们进重点清理室
叫红星场，影响有国家级非遗弹皮类领域的宣纸宣纸厂，历时3年联合攻关，成功复原诚心堂纸。这种曾被古代大文豪们赞为肤如卵膜、坚洁如玉的御用纸张，今日终于在北京博物馆专家团面前重现光华。刚才金博的专家王延喜教授用电子显微镜检测纤维分布，他认为这种采用古法千日捶打青檀皮，结合现代纳米级过滤技术的工艺，完全达到博物院馆藏宋代诚心堂纸的理化指标。这主持人咋这么能吹啊？还历时3年。咱们做诚心堂纸前后2头加起来还不到半个月。哎，什么是纳米过滤技术啊？谁知道啊？我觉得不是红星厂，就是电视台瞎吹的。哎，这说啥？这我活了一辈子，也不知道纳米是什么，怎么吃的？就知道吃。宣师傅啊，你看现在省台都宣传咱们了，咱们宣家的纸啊要出名嘞。哎，你看这张度还上台讲话嘞。哎呀，这个张度啊，就爱出风头，那谁都知道啊。那他背后掌舵的，那还不是老薛和老马了？就是嘛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我看这个金博专家呀，也是个不懂行的。张度一个只学了1年半载的后生，就想造这个诚心堂纸啊？就是。哎，这什么话呢？这是。那张度代表的是宣家，又不是代表他个人。哎呀，永年啊，像这种给宣家争荣誉的事，应该你去才对嘛。哎，对呀，老薛，应该你去啊。对。这干嘛？张度他年轻，他去争，他有什么不好？诚心堂纸有2大特点，是我们平时捞的传统纸所不具备的，一个是薄，一个是韧。这薄啊，其实相对来说还好解决一些。喂，依然。哎，欣姐，那个轩辕没事吧？他这个人一向心大，总是嘻嘻哈哈的，表现出来什么都不在乎。是。他一心想给宣纸找条出路，这也是他的使命了。所以啊，这一次他必须要突破他以前的理念和经验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，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太着急了。我希望你呢去劝一劝他，我相信你的话他是肯定能够听得进去的。我的话他也未必听得进去。行，我找时间我去一趟啊。这承载了千年文脉的纸中之王，在宣纸世家和红星厂的联手下，重获新生。谢谢。能让承载着千年文明印记的诚心堂纸重现人间，这呢是我们集团的荣耀，更是我们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一纸虽薄，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。你疯了？怎么全给烧了你啊？我问你话呢，为什么都给烧了？这叫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，不接我电话？我怕我误导你，怕你情不自禁地爱上我，无法自拔。你没必要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啊！这谁还没有一个伤心难过的时候了？所以你今天就跑过来要做我的盖世英雄，打算来拯救我？我跟你好好说话呢。帮我把这个都扔进去。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没有人懂你，很孤独。但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至少可以帮你分担一点，至少让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其实并不孤独。你打算怎么帮我？我可是林依然。
整个桃花镇冲劲儿最足、最有步的年轻干部，这我也是在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冲锋陷阵呢。那倒真是。其实我觉得呀，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，走出去，去感受什么才是人间烟火，这样你才能懂得你在为谁创作，去提升你的维度和认知。你说的这人间烟火，我怎么没理解出来什么意思呢？你听我的就行了。其实，明白主播。要说功劳啊，我觉得我也真的没什么，还是咱们宣家老祖宗那句话说得好：“千冲玉髓飞星血，一指诚心见太虚。”这一杯，我敬宣家历代祖先。好。张度，多吃点菜啊，少喝点。好的，师娘。这个35代传人呢，这一算是上千年呢，能懂得他，能知道他的，懂得感恩的这种人，嗨，我就知足了。师傅，我会在心里一直都记着的。我虽然不姓宣，但我是宣家的徒弟，我就是宣家人。其实是不是宣家人，也没多大关系。传承人，新时代和旧时代，它还是不一样的。你为宣家尽了心，做出了那么多，你就是宣家人。师傅，我永远都是宣家人。好，你坐下吧。喝的有点多啊。我给大家说啊，我呢，从今往后啊就不能闲着了，因为宣家呀，跟宗鹤斋这200多年呢，我们就要续上了，所以为了保住宣家的荣誉，我得奋斗。所以工厂管理的事儿呢，就交给张度了。等今年祭祖大典的时候，立他为传人。没听错吧？听是没听错，就是不知道喝没喝醉。老徐，咱们今天呀，主要是庆祝做成了诚心堂纸，咱不说其他的，好吧？哎，老爷，张度啊，他做了不少，他做的不错。你说做的什么不错嘛？诚心堂纸是你和老满师傅的功劳，一个学徒工说他造出这诚心堂纸，这话要讲出去，不是把人家大牙笑掉了吗？是不是？老爷，吃东西。行了，不说那些了，来，喝一个。大家都是帮过我的人，这杯我敬大家。之前有我做的不好的、不对的地方，请你们大家多担待。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同心协力，为了宣家能更好。来，咱们喝一个。哎，今天都没少喝，差不多得了啊。就吃菜。你喝多了，你也吃点。主任，上班呢，想什么话？主任，咱们这视频有30多万点击量了，就张度做诚心堂纸这条视频，3000多点赞，3000多转发，这个视频号引了1000多个粉丝，我觉得还能再涨。我看一眼。我是不是早有预见？当初让你们到宣家蹲点，你们还不乐意，哼，现在不怀疑了吧？是，您是谁呀？那领导永远都是领导。
厉害啊！你呀，有点小成你就飘，做不到宠辱不惊，成不了大事。你还指望他成大事呢？他呀，巴不得当一个小网红呢，吃了睡，睡了吃的。哎，我可听出来酸味了。我的人生态度就是当小网红也好，上班也好，总之啊，开心就好。我给你们讲个典故啊。哎，先别讲，廖主任，那个我约了桃花村的主任，一会儿迟到了啊，你们先聊。那你路上慢点啊。不聊了。北宋时期的名臣范仲淹讲：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”当初他被贬邓州主任，我觉得我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好好拍咱们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风光的视频。我还没讲完呢。您先听我说，我把桃花镇的宣纸宣传出去，算不算大功一件？我把咱们这个视频号做到全市最火，全县最火，那是不是都是您的功劳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要拍视频去了。哎，明天开会的材料还没写呢。哎，我还没吃完呢嘛。等着你磨磨叨叨在这儿吃完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睡觉啊？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什么事又惹你不高兴？别人家的孩子再好，那是别人家的；自己的孩子再不好，那是自己生的。哎，咱以后别喝多点酒，这嘴上就没把门的胡说一通，行不行？你怎么又怪上我来了呢？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不干，所以我才说想立张度为传人。是我儿子不干吗？他怎么干？你认可过他吗？从小到大，你满意过他吗？好不容易他现在喜欢个这个宣纸文创，你是100个不满意，千方百计的阻挠啊！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，你这辈子除了长脸，你关心过谁？好了，别说了，好吧？你让我把这酒喝下去，吃点安顿饭，喝点安稳酒，行吗？喝，我不管你，你爱喝不喝。你好好反省一下。永年呢，水泵又不好使了。啊，没睡呢。啊，这水泵，咱用的可有年头了。是啊，就想把它修一修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挺精致的嘛。宣言做的，啊，你知道卖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999，真能卖得出去啊？你知道这个纸啊是上好的仿古纸做的，这价格定的有点太高了。你记得10多年前，我们做过几张纸，那是乾隆梅花玉板间，啊。哎，如果用那样的纸来做呢？哎呦，那好是好，就是那个工啊，可费大了。那当然，你否则这么小的东西，你能卖999？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板间，你别看它小，它物有所值啊。这个主意是挺好啊。不过，得你儿子点头吧。
来，一脸水深一点，起，倒，来，怀，老板，圆，你眼睛不要老看着自己的手，要看着我的手，来。跟着我的手的高度走，起，下。这古人做事啊，讲究平心静气，心无旁骛，这样你的动作才能张弛有度，不会急，也不会乱。老周，老周啊，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采访，想要采访一下你。咱们能不能把机器先关一下啊？关一下啊！可以吗？有点太高了。有点曝光，你要不要往这儿抬？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带上机器了哈。啊。好。叔，咱先把机器关一下，这声音太大了，听不见。关机器，这活不干了。我上着班呢，就一个小采访，很快就关一下就行。对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叔，您先歇一下，然后我们很快就是想要去请教一下您，好吗？来，您看啊。这早些年间，咱们对皮、洗料、制浆，这都是用手工的呀，还是用电啊？早在什么时候？早在没电的时候，你想用也没得用啊。这还是的呀。您看啊，这古人造纸造得这么好，那是不是还是说明是手工做得好啊？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都是手工造纸的。您说对不对啊，叔？我跟你呀，他就不是一个祖宗。想考古，挖坟去。这是职场。小鱼啊，你这张大师好心教你，你就好好学了。就是啊，我师傅没死呢，我用得着他教我吗？你少讲两句吧，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，师傅不在，就他说了算。他说了算。我吃葱吃香，我还就不吃蒜，哎，动不动就古法的。哎，古人怎么做事他看见了，他要看见了，让他下去问清楚，再上来跟我说。我们这老一班子去找找老宣吧，老这下去也不是个事啊。他那个理论一套一套的，搞得我们都不会干活了。老哥，你说话在老宣那还是好使的，你去说。我们大家一起再去讲讲，那也得找到人才行。这现在啊，天天往山里跑，连个人影都看不见。往山里跑，干什么去？对呀。哎呀，那不跟他那传人一样，干大事呗。干大事。说凤阳到凤阳，凤阳出了个朱皇帝，10年高要9年荒。大户人家买骡马，小户人家买儿郎。
永年，哎，忙什么呢？研究饮水呢。我问你一下，啊，就是我从山沟里把水引过来，我用15公分的那个管子，它行不行？这我是外行，你问问懂行的吧。啊，对，是确实应该问专业的。哎呀，我倚老卖老，我啰嗦你几句啊。这个你想恢复跟松鹤斋的合作，这个心思啊，我明白。可是你又引水，又修池子，投资这么大，它划算吗？哎，永年，我跟你讲话呢。我就说几句，说完我就走，你听听。我听听，耳朵在这儿呢。对。咱们厂子里的人呢，对张度有意见。这小叶跟胡师傅他们下班以后等着你，想跟你讲讲，结果等到天黑也没把你等回来。那都是些什么事儿啊？张度这小子，他真把自己当大师了，一会儿教人干这个，一会儿教人干那个，还老把那个古法、祖宗挂在嘴边上。你说咱家的师傅都干了10几年、20几年了，现在被他抓着手把手的教写字，这活还怎么干呢？这个张度这个人呐，我怎么说呢？他平时就是那个一板一眼的，也是有点怪怪的。关键是他说话的那个态度啊，那个自负傲慢，好像天底下人谁都不如他，那真让人受不了。是不是过去不都是我在管吗？大伙儿都适应了，现在冷不丁的叫个新的人来呢，大家好像不太适应，过一段时间也就好了。他最主要的不在这儿啊，立传人这个事儿，它关系着咱们宣家的根脉荣誉，这个事儿你可千万要慎重。这事我怎么不会慎重呢？你真是说的。好，你慎重啊。可是有一点儿，我比你看得清楚，张度这人，他跟你不是一条心。我们宣家与松鹤斋啊，过去有几百年的合作，后来就断了。我在想，要在我们手上把它给续上。诚心当指呢，给宣家争了脸面，啊，如果说这次我们跟松鹤斋真正能合作上，那我们实力就增加了。我呢也配得上第35代传人。宣家的纸啊，之所以能名传千古，被万世赞颂啊，它就靠3件宝，一个是青檀皮，一个是沙田稻草，还有个就是山泉水。宣纸呢有各位在，手艺不会变的，青檀皮、稻草也不会变，而唯一现在要变的，就是水。从科学角度上来讲，咱们小岭村的山泉水 pH 值适中，矿物质丰富，是造好纸的必要条件啊。那难不成要把厂子搬到山上用山泉水啊？不用搬厂。我们呢，建水池，引水。要不然这样吧，师傅，建蓄水池，咱们自己人上，这样也能帮师傅省一笔人工费。你们说呢？大家看行不行？嘿，你这个大总管吧，啊，这算的是什么糊涂账啊？哎，老宣家1个月给我这个晒纸的大师傅多少工钱啊？1个月光工钱啊加社保，那就是8000块呀。我去打小工啊，干瓦匠活，那能省多少工钱呀？哎呦，他算的呀是壁纸单子做完了，你又没有什么活干，这工资不就白给你了？叫你去干一干瓦匠工，还能省几个小工钱，你懂不懂啊？不是素兰姐，我真没这么想。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也没说你这个意思不对啊。我们现在又没有什么急的订单，纸卖的又不好，我们做一做瓦工也没什么的嘛。我们又没有说不干的。
我真没有必要不承认吧？好，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愿意干的，我们就在一块干；不愿意干呢，就去捞纸晒纸，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老薛，我不是不愿意啊。哎呀，怪不得以后啊，是咱们宣家的传人呢啊！这领导力，嗨，我们张大师啊，是能文又能武啊。师傅说了，这活想干就干，不想干也无所谓，你不用在这儿说风凉话。想干啊，不光想干，我还特别愿意干我。哎，干嘛呢？这样啊，我已经找了几个工人了，叫他们来干，人家1、2天就干完了。回去了，大家收拾收拾走吧。还没回去休息呢。哎，师傅，我还不困呢。来，吃花生，你师娘炒的，还挺香的。谢谢师傅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啊，你这是想做那个纸贴的木质杠杆压榨器？呀，师傅，老经验啊，一看就知道。我很小的时候见过。你弄这个干什么？哦，拍摄用的。桃子前2期拍摄的古法纸的视频，每一个都有上万的点击率，那还有好多客户说，哎，从哪儿买呢？你这个木榨器和我们现在用千斤顶压榨，它有什么区别呢？哦，原来呢是用木榨法，湿度掌控全凭老师傅的经验，但现在用这些千斤顶啊，压的呢确实是快了，又有湿度控制器，可以精细化控制。来，但是呢，我是觉得呀，它少了一样东西，就是做纸的温度。所以你就一直强调古法纸。对呀，师傅，我觉得啊，手工制作才能称得上是宣纸。他做手工纸得有做手工纸的态度，你不能又手工又机械的。等真哪天全机械化造纸了，那不用手工捞了，您说那还称得上是宣纸吗？你呢，说的有你的道理，但是老祖宗呢，他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你比方说，他们不是就搞了水车吗？那就是利用水的力量来兑皮洗浆。你这个木榨器，那都是后面才发生的事情。以前，那是什么呀？那是找了很大很大的青石板，5、6个人抬得动啊。问题就出在这儿了，就是它太重了，它没法控制，那个力量啊，它不匀，导致着压榨出来的东西呢，它就不理想。那你说，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？